那么今天要讨论的课题是什么呢？各位，小 V 姐姐，按照葛蕾修姐姐安排的计划表，今天的主题是基于机甲科技的拟生兽进阶培育技术。机甲，小和光准备的不错，这就是我即将讲到的内容。首先是机甲的部分。哎，陆星哲？可是计划表上说，这次作为示范的机甲明明叫……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，那岂不是很无趣？既然这次的课题由我来主持，当然要来点不一样的才行。比如这些。是糖果，小 V 姐姐，谢谢你。不过，这个世界泡里制糖很困难，这么多的糖果，真的可以都送给我们吗？先别急，轻易得到的东西可是很容易从指尖溜走的。所以，想要得到这些糖果，就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才行。别担心，所有问题都和这次的课题有关，非常简单哦。借助奖励加深对授课内容的印象吗？的确，在弗洛斯，这也是教师们授课常用的手段。看来小 V 姐姐为了这次的课题也是做足了准备的。那么第一个问题，猜猜看，杜星哲使用的是什么能源？没有讲解，直接开始提问吗？果然，为了保证奖励的特殊性和吸引力，问题通常会设置的比较困难。能够拿到糖果的机会并不多。机甲的能源，答案一定有牧草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种牧草，它既能当农场里动物和拟生兽的食物，也可以生火做燃料，没有比牧草更万能的能源了。哦，再怎么说牧草也太……恭喜你答对喽，奖励拿好。等等，这不对吧？正所谓吃的是草，喷的是火，对机甲来说，增加这样的功能不算难事。谢谢小 V 姐姐，杜星者万岁！好啦，下一个问题，来猜猜杜星者的功能吧。我知道，它肯定能在量子之海里游泳。在量子之海，应该不能算作游泳吧？说的没错。既然机甲可以战斗，说不定他有一把很帅气的激光剑，能够像切蛋糕一样，一刀就把世界泡一分为二。不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吧？虽然确实很帅气。很有道理。小 V 姐姐，我也想到了。我也是。再这样下去，杜星者大概很快就能创造世界了吧？可以再大胆一点哦。作为机甲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，要相信杜星者的潜力哦。机甲什么都可以解释吗？小仙爵，再思考下去可就拿不到糖了。我觉得……好啦，最后的奖励发放完毕，今天的课也到此为止了。可是，小 V 姐姐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们，杜星者究竟是什么原理呢？这个嘛，等一下还有另一位机甲大师继续讲解这个课题，可以问问他哦。那么，下次再见啦。原来机甲是这么厉害的东西，我也渐渐被小 V 姐姐说服了。不过，这堂课结束的实在太仓促了，比起介绍机甲，小 V 姐姐似乎更想给我们分发糖果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直接把糖送给我们呢？难道说小 V 姐姐很介意送人礼物这件事？还有她刚才说到的老师……来了。抱歉，我来迟了，不知道是谁恶作剧改掉了我计划表上的时间。
看起来你们已经开始自主研习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卖关子了。是的，今天的研讨课上要讲的就是地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机甲——机械科技与艺术的结晶——阿拉哈托。阿拉哈托是和独行者一样无敌的超级机甲吗？布罗尼亚姐姐，让我见识一下吧，地球超级机甲的性能。用盾牌挡下卫星炮，激光外观的披风，烤出比弗洛斯面积还大的披萨。你们到底都把机甲当成什么了呀？伟大之家伙！不对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小薇他们的疑问。他们才刚刚对机甲燃起热情，绝不能在我这里熄灭。对了，阿拉哈托，因为一些原因，我并没有把它带到这个世界炮。不过，参考它的外观和能力，我们培育出了具备其特性的拟生兽——阿拉哈托拟生兽阿尔法型。哇！它现在还在进阶培育的实验阶段，还有很多特性需要选育优化。但这也意味着，这将是我们凭借自己的双手打造出的横跨全世界炮的正义机甲。好酷的称呼啊！光是听着就觉得热血沸腾。只是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心跳就变快了。这就是机甲的魅力吗？没错，而我们的第一个目标，要让它跨越世界炮的群山啊，这样就能守护他们心中机甲的浪漫了吧？大概。阿拉哈托，你为什么不动？布罗尼亚姐姐，阿拉哈托拟生兽阿尔法型好像又出 bug 了。它什么时候能跨越世界炮的群山啊？好青春热血的一幕，让我想起了阿拉哈托开发的第一个月。阿拉哈托拟生兽阿尔法型能升空，就是成功。